大家晚上好啊！首先有一位新的会员，感谢，已经给你加上管理员小扳手了，点赞啊，欢迎欢迎。我们每周三的晚上啊，今天是周三吧？没错，8点钟整啊，是每周的老范读评节目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时间每天去看大家的评论啊，但是所有的评论我都会看。那你说骂你的评论看没看见啊？那没看见，原因是 YouTube 直接把这些骂人的评论都删掉了啊，它自动会判断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在国内做相关节目的原因啊，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技术。每周三呢，我都会把所有的评论看一下，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周三可能下午几点钟回复的这种评论的话，发的这种评论会得到老范的这个回复啊，因为我现在是这样干，就是到周三整理评论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到下午可能5、6点钟的时候吧，我会把最后的4、5条都发个评论啊，都回复一下，这样呢，等下周再去看的时候，就是这个连续4、5条都被评论的，就是上一次工作的尾巴。然后呢，下周就从这个往后就接着看啊，大概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去老范读评啊，这个华为涛定律依然有很多华为粉丝在后边骂我啊，咱们挑几个吧。第一个呢是拭目以待，年底 Mate 90就能够检验华为是吹牛还是真牛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肯定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华为其实在号称是麒麟9100以后的这些芯片就再也不参加任何跑分了，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单独去评测华为这些芯片的性能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人曾经做过测试啊，就是把这些华为的手机去做一些同等跑分的测试吧，发现呢是拉得一塌糊涂啊，就是不用到 Mate 90，就是前面这些就已经很拉了，对吧？而且华为也说了，我已经用涛定律设计了380几款芯片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都拉成这样了，你还能指望它啥呢？对吧？也就如此了。还有人说大陆政府应该反垄断拆解华为，为了市场能够健康持久的发展。这个倒不用啊，这个华为我觉得就这样混下去也挺好的啊，比他垄断比他坏的人多去了。就是华为真正有害的地方，其实不是他耍流氓，而是他一边耍流氓，还一边很认真的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研发，这个才是真正吓人的。你说你耍了半天流氓，最后啥也没做出来啊，这个大家最后哈哈一笑就完了。就是华为还是特别努力在做，在中国所有这些做技术的公司里头，真正能超过华为的大概没几个啊，包括现在互联网这些巨头，什么字节呀、阿里啊、腾讯啊什么这些，他们在特别是硬件呀，还有很多这个很基础的这些技术上，其实比华为都是要差的。包括小米啊，小米在这块的技术上绝对要比华为差好几条街出去，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去承认的啊。还有人说说如果2年后中国搞定了 EUV， 你们是不是得把你们美爹的直肠抠出来舔了？这个没看懂你到底要说什么啊？这个，首先呢，我觉得这样啊，就是搞定 EUV 这个事儿呢，是有难度的啊，非常非常难，因为呢，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环节和这个，各种的比如说材料啊，包括里头有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叫做工业母机啊，实际上就是5轴加工中心的那种很高精度的版本，对吧？这些东西呢，中国目前来说还是受限状态，但是呢，也都在尝试突破啊，都在干。对于我来说呢，我宁肯相信中国几年之内是有机会在 EUV 光刻机这一块呢，再往前走一步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物理的东西。我们知道路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别人怎么过去的，我们也知道中间有哪些坎，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突破，尝试去绕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最后实现了一个物理极限突破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至于说涛定律这种奇葩玩意儿呢，这就一点意义没有啊，它没有任何实际的这种技术优势或者实际的这种价值啊，所以这个就没意义。至于说美跌的直长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啊，咱就不评论了。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美国商务部今天发文，所有总部在中国的公司 AI 芯片通通卡死这个呢确实是我看到了，但是我并没有录这个视频。就是原来我们讲说像阿里腾讯都是在大规模的购买英伟达芯片，对吧？然后呢，这些芯片呢很多是部署在新加坡了，部署在马来西亚了，部署在泰国了。至于说是不是有一些已经部署好的芯片最后又跑到中国来了呢？这个事儿呢都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美国商务部去做这种限制呢，真的是没有任何必要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美国商务部压根就不了解华人商业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字节跳动吧，字节跳动呢压根就不是一家总部在中国的公司，对吧？它的总部在新加坡。那你说抖音呢？抖音是总部在中国这个没毛病。你不要以抖音的这个身份去买不就完了吗？你用字节跳动的身份去买还不行，我们用 TikTok 的身份去买嘛，对吧？这个你说你能拦着他吗？对吧？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跑到美国听证会上，人家问他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不是，我是新加坡人对吧？他在新加坡当过兵，然后在新加坡服役。那这个你为什么要去卡他？包括像腾讯阿里这些，它都是有这个新加坡这个主体的所以这个事儿你根本谁也卡不住，就是纯扯淡的事情。所以呢，他干这个事情只是给大家添一点点堵，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那你说我买的时候我多套几层壳不就完了吗？我找一些当地的人，比如泰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印尼人，我们通过他们的公司去买，那都有华人，对吧？泰国华人、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呢，真是你找个不是华人的都挺难的，对吧？那找这些人买完了以后，这个机器到底是在当地把它部署起来了，还是突然就不见了？这谁知道呢？对吧？所以美国商务部发这种文章，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无能狂怒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我在上周呢还发了一个视频在 Twitter 里头，是什么呢？是我在这个抖音上看到的，就是人家就是买的超微的服务器 B300，还不是 H200，是 B300 的服务器，对吧？在杭州直接交货，交完货以后说来上我这儿租算力我这儿有算力赶快来对吧？就来搞这个事儿来了。那你说你卡谁呀？你也卡不住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美国又无能狂怒了，又折腾了一把，也就如此了。你想这个就是英伟达服务器这个事情，从最上头的英伟达，那是一个华人老板，对吧？再到下边造服务器的超微，一帮华人老板，再到下边买服务器的正规途径，可以通过新加坡公司，通过这个马来西亚公司，通过这个印尼公司，包括台湾公司都可以买，对吧？不正规途径那有的是方法，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纯扯淡的事情。以后骂老范的阴阳怪气太直球，会被油管删掉你阴阳怪气我万一看不懂呢？咱们这个语文理解能力又不是很强，说到拭目以待就不由得让人回想起且听龙吟了这个好吧。他的意思大概是现在台湾、日本、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这个本质上是中国缺乏高端光刻机技术产生的这个环华芯片带这个如果中国能商用 EUV 了，日韩台都卷不过中国大陆。哎呀，这个其实现在整个的世界的产业链呢是很麻烦的现在在叫什么呢 ？HBM 之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叫 MLCC， 是什么陶瓷电容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又是说啊要这个大卖了啊，这个全世界大概一共3家啊，2家在日本，1家是三星，然后呢剩下这三家加一块大概就已经吃了90%几了，那2家日本的大概是吃了80%多，三星吃了一点点，然后呢台湾还有2家大概是吃了那么一点点，中国大陆的呢也不是说生产不出来啊，但是生产出来的呢就跟这个咱们自己能生产 DRAM 和 SSD 是一样的啊，就是又大，这个效率又差一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是不是大家赶快去买这个股票啊？对吧？这2个日本公司是谁啊？对吧？今天我看还有人在我那个推特下呢还回呢，说哎呀，这2个公司股票已经涨得很贵了，我到底是不是要冲一点？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生产这种 MLCC 这种芯片的时候啊，不叫芯片吧，它是个电容。对吧？你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叫氧化锑，对吧？这个锑是一个重稀土材料，对吧？现在呢，日本被中国卡了5个月的脖子以后，逐渐的开始停产了，对吧？那你后边咋办？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啊，不是说这个谁卡了谁的脖子，然后互相怎么弄。我觉得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相互之间愿意合作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合作呢就出来吵2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我想起那个什么来了，就是英法100年战争。只要是法国的粮食减产了就开打，法国一大丰收呢就停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一旦丰收了以后，他自己消化不了这些粮食，他必须要把这粮食卖给英国人。所以呢，只要法国这个叫什么了啊？这个粮食丰收了就停战，说英国人快来买粮食来，对吧？所以以后可能中美两边就像这个一样，比如美国说，哎呀，我这个大豆卖不出去了，那这个我们是好朋友啊，这没毛病，对吧？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啊，再吵2句，大概以后就是这么打打和和打打的一个状态。听说老黄要跟宇树合作做机器人，老范觉得还有戏吗？用上辉达那么贵的晶片，价格压不下来吧？其实不是的，就是他在机器人里头用的那个芯片，应该就是车上用那个玩意儿，就是索尔芯片，那个东西并不是特别贵。而且你想一个机器人，就是宇树给的那个机器人，大概也就是20多万吧，10几万、20多万的样子。在里头配一个这种芯片不算问题，像一辆20万的车里头能塞2块索尔芯片，像我那辆车里就有2块索尔，所以这个价格不是问题。但是呢，英伟达到底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倒是比较这个不抱信心的啊，就是英伟达除了它自己的芯片之外，它其他啥也做不了，对吧？你现在看到英伟达GPU 啊，然后什么 B300、B200 这东西它能做，但是呢，英伟达大家要注意啊，它是个 design house， 它是个设计公司。真正你要把芯片做出来呢，你还需要台积电，对吧？你说，哎，我想在这个里头做 GB 什么啊，我还需要 Greece 的这个 ARM 芯片啊，那他还得去找这个联发科，就是他除了自己那玩意儿，他其他啥也做不了，对吧？所以不要想这个事情。英伟达现在在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是四处拉虎皮扯大旗。他说我跟宇树去合作干这事儿了，实际上就是宇树呢，在他这个索尔芯片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就完了。宇树一直也是用的索尔芯片，没有什么别的，对吧？这一次这个谁呢？这一次老黄跑到这个美国去跑到台湾去开这个会，对吧？开这个叫做Computex， 对吧？它里头都列了些什么样的合作伙伴？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之外，还有王记府城肉粽，对吧？是一个台式小吃，黄仁勋访台常去的肉粽店，还有花娘小馆啊，川菜和中餐馆，黄仁勋多次造访的爱馆爱店啊，然后还有叫富霸王猪脚极品餐厅，对吧？猪脚饭台式餐厅，黄仁勋吃过，被媒体追踪报道了，以及呢还有砖窑古早味怀旧餐厅啊，是台菜餐厅，
据台湾说，曾多次举办黄仁勋与合作伙伴的这个赵元宴啊，还有一个叫 Fruit Lady， 是通化街水果摊、水果阿婆啊，夜市水果摊被当成黄仁勋爱店符号上了这个背景板。所以你说跟他们比起来，这个叫什么宇树科技，大概也就是这水平吧。美国商务部可以为了罚钱，美国商务部可能是为了罚钱啊，封是不可能封完的，罚钱他也罚不到谁，啊，这个事儿大家就不用想了。其实美国呢是这样，就是他很多呢，我先出规定，出完规定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逮两个大的啊，然后判几个案例叫杀鸡儆猴，然后也就这样了。俺局的啊，这个嘛时候生化环材不再是4大天坑专业了，再来讲中国能不能在高端制造业形成产业闭环啊？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生化环材再怎么天坑，其实坑的最主要还不是说，大家有多瞧不起这些人，还是有点过剩啊，没什么别的。就是中国呢，现在在各种生化环材上也在很努力的在突破。与其饿死，不如去填英吉利海峡啊！这个确实是个好招，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这个咱们继续。宇树科技6月1日过会。这有人说了啊，这是玩具界的机器人界的玩具啊，大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要注意啊，现在5月20几号过会的长新存储呢，是当天大概只在过会了以后的，可能是不到10个小时吧，就已经完成了注册啊，就是它过会的下一步叫做证监会注册，但是注册完了以后呢，还要再等一个叫做批复啊，就是我同意你注册啊，这个现在还没下来呢。宇树呢是6月1号过的会，6月2号呢，也完成了这个就是股票市场的注册啊，就是我注册完了，现在呢这个批复也没下来啊，就等这个2个批复下来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去抢新了啊，打新了以后呢，你说是不是因为黄仁勋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黄仁勋的号称我跟他合作了啊，这个宇树就能涨？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用想了啊，就是所有黄仁勋号称我跟人合作的，实际上就是站他那个台啊，让他那个嘴点一句就完了，跟前面咱讲那些台湾饭馆没什么区别。真正该干活的还是宇树科技自己，对吧？你就像这么多做自动驾驶的人，然后用了黄仁勋的这个索尔芯片，就是黄仁勋呢会提供基础的驱动和一些基础的训练平台，但是真正做最终落地的都是车厂自己干的，对吧？这就是跟英伟达合作的方式啊，所有人都是这么跟他合作的。还有人说宇树应该清楚自己的定位，给多模态大模型提供好的 API 就可以了啊，这个事儿是对的。就是宇树上市了以后呢，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校啊，非常多的研究所呢，拿着宇树的这个机器人啊，再加上黄仁勋的芯片以及黄仁勋的，比如说新的一些 API 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吧？最后凑合去研究自己的机器人啊，这个事儿是宇树真正要去干的事情。干完了以后呢，最后出货的可能也不是宇树牌的，对吧？宇树最后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代工厂，就是啊，美国谁啊，我现在创业要做机器人了啊，我用宇树的原型机跟黄仁勋的索尔芯片，再加上一些什么样的 API 的这种底层架构，我们去做了训练，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操作以后啊，然后呢，直接向宇树下单，说来我要这个订购这个机器人了啊，我要高大威猛的，还是要这个风流倜傥的，还是要什么样的啊？里头给我装好索尔芯片啊，给我这个出货就行了。然后宇树负责品控和组装出厂啊，大概未来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人说这些厂商包括宇树都是在迷信弯道超车，超到岔路上的类型了啊。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这个弯道超车这种事儿啊。
你骗这个屌丝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把公司做出来，真正把机器人卖掉的人，其实没有谁傻，对吧？他们很清楚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啊！所有喊弯道超车的都是为了骗人，所有信弯道超车的都是屌丝。好久没以来啊，第一次看到老范直播，先点个赞啊！小聂赶快点个赞。花娘那个从差点倒了的小店，现在被老黄搞到开分店了，是吗？哎，就是他讲的这些店，我在台北就一个都没吃过，哎，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去台北啊，去了以后，哎，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台湾的很多东西啊，就是小店还是好吃的，但是呢，吃了以后会拉肚子啊。这个大的店，特别是像川菜馆这种东西呢，是打死也不能在台湾吃的啊，因为台湾人不吃辣，就是你在台湾吃川菜就味道差很远，就跟大陆的这个川菜完完全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不是说法国粮食一减产就这个就会蹭英国吗？啊，不是，说反了，是法国粮食增产的时候，他就会跟英国停战，要求英国买他的粮食，对吧？然后这个如果法国粮食减产了，他就会接着打，啊，他是这样来的。我们这边都笑话啊，老黄那第13排合作厂商啊，就是餐厅和老黄公事啊，是老黄公事。以后他来台湾想约他的，要先把餐厅包场包好也行吧？是因为食品安全，还是因为你不服台湾水土？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我在台湾，就是我应该是我想想哪年啊14年、15年、16年，大概到17还去了台北了啊。后面到19年我办了这个证，然后就没有再去，因为19年办完证以后，本来是准备20年开年的时候去，就赶上疫情了，然后再往后就再去不了了。然后呢，以前去呢，就是你在台北，比如酒店里吃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商场里边的这些饭馆里吃东西都是没事的。但是呢，去夜市啊，就不行，因为我当时是住在101附近，因为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在101啊，所以我每次都在101附近找一个酒店去住。然后那附近呢就有一个夜市，就是那种一条街走进去那种地方，然后经常是这个从这头进去还没从那头出来呢，就四处要找厕所了。反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也可能我觉得还是没那么干净。然后台湾当地的同事带我去吃的各种小馆，吃的都没事啊，他们自己应该也能知道哪儿干净哪儿不干净。没反啊，粮多了停战啊，粮少了去跟英国摩擦啊，顺便消耗兵丁啊，好吧。对，他百年战争其实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英王跟法王好像也是，因为法王好像就是英王好像也是诺曼底公爵去了嘛，去完了以后回来说，哎，我这儿是不是法国？我还有一块地儿是我的，反正很复杂的那个历史事情。这个咱不是历史博主啊，就不讲这个事儿了。然后是教皇的 AI 通谕啊，有人说了啊，这个话其实讲的都很漂亮，但其实没有人做得到的，它一定会成为战争机器，因为绝对的无法避免。这他妈实在太好用了啊，谁都不会放弃这个啊。说对了，我记得前2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像英伟达啊，不是英伟达，就是 Anthropic 还有可能 OpenAI 吧，啊，要求呢美国政府去出台一个法令，所有的新模型出来以后，必须要在美国政府自愿审查90天，对吧？没有哪个模型说出来就可以发的，这90天如果审不过的话，你的模型不许发啊，而且必须要拖延90天以后才可以发。
啊，他说我们愿意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这边发完了以后呢，这个一个是 XAI， 一个是美塔，坚决反对，对吧？因为这俩在奋起直追呢，你们都已经站在高高的山岗上了，我们要追你，给我等90天。而且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 Opus 4.7 到 Opus 4.8才40多天，对吧？所以你说我这个90天黄花菜都凉了，可以更新那个3、4个版本了，2、3个版本吧，这玩意儿你说咋弄啊？只要有商业竞争在这里，就不会有任何的人啊放慢脚步，只能是绝命狂奔啊，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还有人说，我觉得生产效率提高，人类为了生存的劳动时间应该减少，为了发现新的领域的时间可以自愿的增加。其实不一定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去发现新领域，可能会很少，但是比例会上升，但是总的量还是会很少。我倒是觉得呢，这个 AI 时代，就是什么事儿都 AI 干了以后，真正变得越来越值钱的还是人。对吧？这个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本来想录视频的啊，但是后来想了想，准备回头再说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日餐有一个东西叫 omakase， 是吧？就是现场给你做。现在呢，中餐也开始玩这个东西叫板前，就是你坐在这儿吃，然后呢，一堆师傅在那头给你嘁哩咔嚓给你收拾，给你做，你可以现场看着。那么这个呢就会变得很贵，为什么？因为那是真人服务，对吧？一旦是 AI 了，那么以后可能人的出路就是去做 omakase， 就是去做板前啊，然后我们愿意为真人服务去付钱，对吧？你说我穷啊，我实在是吃不起的东西怎么办？我可以去吃预制菜啊，对吧？你使用 AI 出来的东西，你可能也很好，这个配比很干净，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很科学，而且保证你的品质是可控的，对吧？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控的。但是呢，它就是预制菜 ，omakase 一定是每一份都不一样的，甚至那种手握寿司，对吧？你看着他在那儿洗手，他洗干净了吗？绝对没有预制菜那个无菌车间里洗的干净，对吧？他就拿这个手咔咔捏完了以后，然后就直接给你吃，对吧？让你还拿手去捏着吃。这个过程你说有多干净？如果做预制菜的车间里有人敢拿手去捏那个寿司、捏这个食物的话，罚死他，对吧？但是omakase 就是贵啊，对吧？它最后就是人类的服务，对吧？所以可能人更多的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还有人说啊，你国的大模型都信了红教吗？啊，这个事儿，就是说中国的大模型呗，是不是都有一些这个信仰啊？这个事儿呢，信不信仰这事儿不知道啊，因为都是拿统一的数据去蒸馏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是不回答的啊，比如说吧，我今天呢用 Minimax 去问啊，我说这个。我们对于台湾和日本是不是以及韩国啊，是不是有做这个稀土管控？然后呢，他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啊，这个对话到此结束了，对吧？然后我去问 ChatGPT 啊，他就可以很好的来回答我。那差就差在这儿嘛。那么现在我们对日本啊是有比较严格的两用物资管控和稀土管控啊，对于韩国基本上是不管。只要他能够保证说我们卖给他的这些稀土没有被他转卖给这个美国军方、什么日本军方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说这玩意儿咋检查？没法检查，稀土那种东西，对吧？你也不可能在上装定位器啊。台湾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呢只是有一个实体清单啊，就这些人是跟军工有关的，就这些机构跟军工有关，只要不是在这个名单里头的，都是可以去买的啊。这个事儿就是 Minimax 就不可以回答了。对吧？他认为有问题了啊，大概差就差在这儿。我一直以来对宗教都持有非常坚决的偏见，不过这次教宗的通谕出来以后，确实让我对宗教的看法平和了一点点。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呢，从小会被灌输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吧，就是他认为说宗教很多是封建迷信，而且呢，很多宗教呢，它是就是这些人会谋私利啊，比如说，这个一些谣言啊，一直会去传播下去啊。这些谣言，比如说是，当年这个英国的传教士啊，或者是哪儿的传教士啊，收了小孩以后去收割器官什么，这其实后来都是谣言，都被辟谣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传这个事儿。宗教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规范吧，规范人的这种生活，规范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且呢，宗教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器啊，告诉你什么事儿可信，什么事儿不可信啊，或者说信教的人更，都是信教的人，大家可以更容易产生这种共鸣啊，或者说大家可以相互互信，也就是如此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复杂的东西。现在的宗教就是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些宗教呢，其实都还是比较开放的。这里主要讲的是基督教啊，还有这个天主教，东正教不了解，然后穆斯林不是那么了解，就不跟大家讲了。至于国内的这些宗教呢，就还是好好的升国旗、唱国歌吧。AI 没有 ownership，以后糊东西会越来越容易啊，但测试和 QA 以及customer success 会越来越重要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 ownership 我觉得不好说，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没有主人的，但是它自己内部具体是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运作的这件事呢？我觉得还是要去再想一想的，就是可能还需要再监控吧。几周以来啊，第一次赶上直播，那你以后要经常赶啊。食品车间从制造到食品食用有时间差，太不讲究了。食品容易变质，但是 omakase 就差师傅直接塞你嘴里了，所以一个免疫正常的客人就接受不到能接受不那么无菌啊。是这个事儿呢，就是 omakase，如果你真的说吃这玩意儿吃拉肚子了，或者吃出有问题来了，早废了啊。但是呢，这个你从这个整个的品控管理上来说，预制菜的这个车间还是要比这个 omakase 的那个餐厅要干净啊，这个事儿你还是要承认的。微软终于想清楚 Autopilot 啊，这个整合 Copilot 重做再来一轮啊！这个今天好像微软 Build 大会上直接把这个 Open Cloud 把龙虾挂上了啊，但是具体我还没有仔细看，我觉得很难啊，他们很难再继续往前走了。我觉得教宗又要插手凯撒们的事情了，哎，这次凯撒们都不知道这个 AI 应该怎么去管。Codex 可以操作本机电脑了，比较爽啊！这个是可以操作，但是呢，这个实在太浪费了啊！因为 Codex 的 Computer Use 它是通过截屏幕，就是它不停的去截屏，截完了以后，再用GPT 的模型去做图片识别，然后再去做操作，这个过程实在是第一个是很慢啊，第二个问题是很笨，第三个问题是很贵啊。所以虽然有 Computer Use 这个功能，但是我从来不使。啊，至少对于我这种$20的 Plus 用户来说，我不配。不谋私利的圣人更可怕啊，因为他什么都不图，做事情啊，做起事情来毫无顾忌。这里到底有没有圣人，谁知道呢？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圣人，其实是我们对于他的目的无法理解。哎，屌丝太绝望了啊，弯道超车都不能信。哎呀，你也可以信一下，开心一下，没什么问题。老范的意思大概是预制菜时代啊，吃饱越来越便宜啊，体验人类服务越来越贵。对呀，就是这样的呀。以后咱们是不是出这种饺子馆
啊，旁边摆一堆的馅儿，说你想吃韭菜鸡蛋的吗？给你包一个，你尝尝。啊，吃完韭菜鸡蛋的，我再给你包一个韭菜猪肉的吧。放一个虾仁还是放俩虾仁呢？哎，看给你搁俩虾仁啊，韭菜猪肉的包好，然后现煮，煮完了给你尝尝，对吧？你想吃煎的吗？对吧？这个直接把这个生饺子搁在旁边的小煎盘里啊，给你煎熟了，再给你尝尝，对吧？这一顿饭呢，可能也得吃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啊，然后吃个可能10几个饺子、20个饺子，每一个饺子呢都是不同的馅儿啊，然后让你把所有的吃法都吃一遍啊。饺子我妈卡西啊，多好玩！AI 现状，公司给每个程序员配了 GitHub Copilot，目前全公司一个大池子，没有个人限额啊。我现在每天就琢磨怎么疯狂烧 token，争取把公司的大池子给烧完。这个很难吧？而且为什么给你们配这玩意儿呢？你们是微软的吗？这个我觉得除了微软的，应该没有人配 GitHub Copilot 这种大池子吧。英伟达现在是配的 Codex， 对吧？然后其他大部分都是用的 Cloud Code。食品车间未必比现场食物干净啊，因为要防腐，要添加限制食品不需要的物质。哎，这个你就不用在这儿犟了，对吧？你每次都想反驳别人一下，何必呢？那不就是小铜锅煮饺子吗？现包现煮，以前土财主都是这么吃的。哎，真正贵的饺子，你知道是什么样吗？就饺子是要个儿小，对吧？什么皮儿薄馅儿大，什么都是便宜饺子，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饺子越小，包起来越麻烦啊。像我以前吃过这种，就是像咱们正常的饺子，大概1两是5个，啊，有大一点的是1两4个的。但是如果你这个饺子是1两10个，对吧？那你想想这包的过程有多痛苦吧，对吧？这个，但是呢，确实好吃啊。这饺子越小越好吃，绝对不是越大越好吃，就是费功夫嘛。好，继续啊，这个张雪机车5连冠啊，有人说了啊，这个昙花5现了。本周末个人和车队积分都可能冲到第一，只能说牛逼啊！这个不接受反驳。首先呢是这样啊，就是你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呢，西班牙阿拉贡站的2场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在呢，西班牙阿拉贡站的2场比赛都结束了，2次呢都是第8啊，这个他们的排名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一次2个第8得到了以后呢，德比斯也好，张雪也好都没有被骂啊，大家还是说我们很喜欢你，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去重新调教这辆车，怎么去跟组委会啊，就是赛事组委会去商量怎么去调整这些规则，对吧？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阿拉贡赛道肯定是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得了2个第8，它整个的这个排名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呢？因为原来在前面那些人也都没什么好成绩，所以阿拉贡赛道本身是有问题的。现在呢，大家也在去分析和研究这件事情，对吧？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导致了这个无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轮胎的问题，有人说是可能因为节气门的问题啊。这个反正我觉得让他们去找呗。然后呢，这个张雪呢，在这儿还又得了一波掌声啊，就是他去跟德比斯问啊，俩人聊说你觉得这事怎么回事啊？德比斯就说这都是怪我啊，全是我的问题。后来张雪就批评他说你不能这么看，对吧？你也要想清楚到底车在哪儿有问题啊，你不能说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车不就没法改了吗？对吧？而且从整个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德比斯该做的动作都做完了啊，就是各种的什么这个入弯出弯，各种的这个很高风险的动作他全做了，但是呢，到直道上就跑不过别人，这事儿就没办法啊，所以最后肯定还是车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啊。我真正啊，这个我去录这期节目啊，就是张雪机车5连冠这个节目，唯一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来去思考中国商品怎么去出海。
中国品牌怎么去出海，而不是说只能说牛逼，不接受反驳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如果不接受反驳了，那它怎么提高呢？对吧？这个没意思啊。还有人说了啊，这个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为了说因为日本工程师才有好发动机，张雪只是会炒作，发动机不是张雪的功劳。请问这个日本人在任何车队都能拿第一吗？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有点太这个无法接受一个世界和平的这个氛围了啊。那日本人跑到中国来拿了第一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个日本人原来在雅马哈的时候也没少拿第一啊，对吧？雅马哈那些得冠军的车子里头也都是他的发动机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有好的工程师，我们就一定不用，我一定要闷着头自己干吗？傻吗？不是，对吧？人家有好的工程师，人家不用了，那我们当然要冲上来把他拎回来呀，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脑子缺根弦吧，对吧？有好的当然要用了呀。还有人问啊，说大哥，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全产业链才叫牛逼的。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以前我也这么想啊，就是像日本啊、德国呀，有好多这种叫隐形冠军啊，他就自己玩，玩的也还不错啊。但是呢，到现在发现全球化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是吧？中国、美国、欧洲、日韩之间呢，这种隔阂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全产业链就是牛逼啊！这个你真没办法啊，因为当你没有全产业链的时候，你总是要去想，我这个怎么限制，那个怎么被人限制，这没办法，对吧？特别是在有一个世界工厂能够生产全世界可能30%-40%，甚至有些品类70%-80%的这个份额的时候，那你不做全产业链，你能怎么办？对吧？这个，你像美国现在不也惦记做全产业链的吗？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回流了，真的开始上升了，对吧？董王也在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如果全球化继续前进啊，没有任何阻碍，那真的没必要搞全产业链。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接着往前走，大家都画地为牢，以邻为壑，那就都得玩全产业链啊，谁也跑不掉。而在全产业链这件事情上来说呢，跟中国卷，谁也卷不过咱们啊，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劳动法，没有这个，而且各种工程师所有东西都产能过剩的一塌糊涂，对吧？还不说商品，人咱产能过剩了，那你怎么弄？那咱只能在一个一个的细分领域里头接着卷呗，对吧？这就是全产业链真正牛逼的地方。还有人说啊，这主要是品牌企业提早布局出海的优势。中国的很多品牌如果提早国际化运营和发展推广，早就站上市场了。越早在全球的规则下竞争，越早有国际竞争力啊。但是，通常很多国内的好品牌深耕的是国内地方小城市。中国各行业都有高潜力的品牌和人员，只是不被国际认可，就因为规则不能复刻，合规差距巨大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很多这种小品牌或者说本地的这种品牌为什么出不去？你要知道，一个本地品牌要出去这个过程，它是有成本的，对吧？它是个生意。我把这个东西啊到国外玩了一遍合规，做了一遍包装，然后做了推广。其实张雪参加这些比赛也是推广，对吧？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到底能不能把东西卖掉啊？这个能不能靠卖东西把这个前面的成本把它这个支撑起来？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有一点，中国生产链啊是中国产业链比国外好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用担心说我真的卖出去造不出来这个事儿，对吧？你像以前我还认识一些从意大利往中国倒腾葡萄酒的人，他在中国随便做一做，那个量噌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意大利产不出这么多葡萄酒来，对吧？那这事儿就没法整啊！你也不能说拿这个其他的酒去糊弄，对吧？但是你只要是把中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没有造不出来的啊！你说要1万个有啊，你说要100万个也有
对吧？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其他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商业上的衡量，划算不划算，只要划算，它就有专门的公司来给你做这个事儿，不划算就全扯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啊说，其实举例子的时候，应该说国内乒乓球运动员去国外发展的事儿更直观、更好理解啊。这个事儿为什么没有举这个案例呢？像樊振东啊，还有像很多的国内的乒乓球运动员，确实是跑到国外去发展了。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个内卷的结果啊，就是在国内呢，内卷的实在太厉害了啊，就是而且内卷了以后，就会有其他很多的非商业因素，或者说超出运动水平本身的因素会去影响，对吧？比如说樊振东明明打得很好，但是呢，他就是进不了这个队，对吧？那个叫刘国梁吧，就是喜欢王楚钦啊，就不喜欢樊振东。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楚，对吧？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不断的往前走，最后就把樊振东逼到德国去打球去了啊。那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张雪机车的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乒乓球这个事儿咱们本身就是标准，对吧？咱们就是最强的，强的一塌糊涂，强到没朋友的一个状态。而摩托车这个事儿呢，特别是在比赛摩托车这个事儿上，咱们其实是弱项啊，是比较差的这一波啊。那么我们需要去跟人学习，所以这个例子不一样啊，就不能用这个案例。不是什么菜的问题啊，是人出了问题，活了半辈子啊，这点还想不明白吗？你这讲的是哪个？GitHub Copilot 上周刚好相反啊，我把公司 token 用爆了，所有共享订阅的人都受限使用，被 diss 了很久，好吧？这个我是好久没用这个 DeepSeek GitHub Copilot 了啊。虽然我有$100的那个账号，那现在反正每个月我还是会把它里边的，比如说 Opus 的这些流量跑一跑，但是也看吧，明年不定了。老范啊，你的 OpenAI 和 Codex 收到手机验证了吗？没有啊，验证又有什么的？我也有国外手机号，没问题的呀。为什么从单意大利倒腾葡萄酒啊？一般不是法国的高端葡萄酒更多吗？人家就是有意大利的渠道，这个是每家不一样嘛，对吧？而且你倒腾法国葡萄酒进来，你也得竞争啊，对吧？你竞争这个也很卷。在直播啊，留个赞，然后去开会，晚点回来看录播啊，好吧？我的意思是，雅马哈设计师好比樊振东，也行吧。雅马哈设计师好比樊振东吧，也可以这么讲啊。好，我们继续。Anthropic 的 Pre-IPO 就是 AI IPO 大逃杀啊！这条里头呢，有人说了啊，孙正义最近成功游说了日本政府和银行接入 OpenAI 的服务，来对抗 AI 攻击能力。不要低估孙丧帮助上市的能力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你上不上市这个事儿，或者怎么上市这个事儿呢，你只要把法律问题解决了啊，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审批制啊，美国上市是一个注册制，对吧？你没有大毛病，没有大问题，你就可以去上市。至于孙正义呢，最近确实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事情啊，就是软银再一次战胜了丰田，成为了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对吧？这就是因为他投资 OpenAI， 投资这个 AI 啊，搞定的这件事情还是很强的啊，棒棒的。而丰田作为传统制造业啊，确实是有一些承压了。还有人说 Gemini 告诉我 Anthropic 每个月的算力支出根本没有60亿，这个数字明显有问题啊。那我来给你算一下吧，它这个数是这么来的啊，
就是Open 啊，就不是，就是 XAI 是12.5亿，而 XAI 呢是它所有的算力支出里头最小的一块，剩下的几块呢是就是叫做什么呢？谷歌那块大概有20多亿啊，然后最大的一块呢是叫做谁呢？最大的一块是亚马逊 AWS 啊，大概是有也是20几亿，大概可能最后加一块应该是59点几。还没有算微软，就是微软现在也给它跑通了啊，只是目前给的量还比较少，对吧？所以呢，应该是在60亿上下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算这种数呢，不要让 Gemini 去算啊，他经常算不明白。你还是要用 GPT 去算。但是呢，你说现在是不是这个月就有60亿呢？不一定，因为它好多东西呢，它是有时间梯度的。比如说这个 XAI 的12.5亿啊，那么这个月可能就没有，5月份就没有啊，6月份也可能会有一个折扣。对吧？它到底有多少不确定？那么这个谷歌的这个10几亿接近20亿呢，应该也是在一个浮动的或者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中，对吧？那么这都是在前面有这个新闻报道的啊，就是我们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到哪一个月份，然后能够达到多少，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梯度，然后再加上这个 AWS 肯定是它大头，就是 Anthropic 也承认了。就是它所有的算力支出里头最大的一块是 AWS 的，对吧？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吧？这个也是这么逐步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60亿这个事儿并不是我拍脑袋拍出来的啊，这个东西是也是经过推算出来的。但是你说我现在特别精确的知道Anthropic 每个月的算力支出有多少，这个没法知道啊，因为没有相关的数据。俺的意思是，意大利供不上货，可以买法国葡萄酒。这个，人家渠道就是意大利葡萄酒，对吧？这个要有特色。包括还有人做西班牙葡萄酒的，对吧？你买了法国葡萄酒回来，你跟原来那些卖法国葡萄酒的人，你咋竞争啊？感觉现在的商业竞争和科技竞争变成了纯粹的产业政策竞争，市场竞争角色很淡薄。是一直这样，还是这几年才开始这样？我不是太理解你什么叫产业政策竞争这句话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明白，你可以再给我写一写。Codex 和 Cloud 你感觉哪个好用啊？我现在只付费了 Codex。今天的节目就在讲这个事儿啊，明天早上大家看就行了。我告诉大家哪个好用啊？这个还在上传，上传了57%。等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吧，我再传上去。可以跟大家讲一点吧，就是从使用角度上来说呢，Cloud 还是要更好用一点点啊，这个还是要承认的。但是呢，它那个 token 实在太贵了，我那$20的账号，随便干点什么事儿就5小时就额度就光了，对吧？你 Codex 还是可以正儿八经干几件事的，这实在没法整。所以我准备下个月把这个 Anthropic 的那个给它退了啊，实在是没法干活。好，我们准备继续。这个产业政策，这个 hour 多，你要不要再补一句啊？对吧？什么叫产业政策？给我举个例子啊，要不然我就接着念下一条视频的这个问题了啊。好吧，我们先继续。这个法拉利炉切翻车啊，就是法拉利这个电动车啊，做的奇丑无比。有人说啊，说这个法拉利设的套，小米抄法拉利，法拉利长得像家电，小米不抄了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没办法，就是法拉利呢肯定是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啊，这个事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法拉利定义了什么叫做张扬，什么叫做跑车，什么叫做动感，它定义了这个事情，对吧？没有法拉利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形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种定义只要出来了，就一定会影响到后边的所有设计者，包括小米在内。当然，小米属于不太要脸的啊，就是抄的实在太像了。而对于像我这样的
这种怎么说呢，有点老男人吧，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呢，肯定是喜欢长得像法拉利的东西啊，因为我被法拉利的这种植入给教育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小米把这个车造的像法拉利，我就会去买。至于法拉利把这个车造的像家电了呢，这个那些卖车的人、造车的中国新势力就觉得说，哎，这可能不是我们目标客户所需要的，对吧？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不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就不抄这个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很多的这种大明星或者说他受过科班教育的这些演员，你让他去做网红，他其实未必做得好，对吧？他没有网感他不知道在网红上或者说在直播的时候，他应该说点什么，应该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在造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车当然小米还不算冰箱、彩电、大沙发吧，就是造这个中国造车新势力的这个车里头他们是有一套的方法论的就是怎么能够去俘获这些能够买得起车的人的内心就像老范这样的人一看哟，这车长得像法拉利我要去买，对吧？这个他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法拉利没学会这个那就只能翻车了。还有说的说老牌车厂的电动车都有类似的问题，奔驰的全电动车也让人一言难尽，无论多想跟油车对齐，依旧是塑料感十足我觉得这些老厂就应该投资一个品牌，放手颠覆自己，但是做不到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老厂来说呢，他们肯定有很多设计包袱。对吧？我怎么在油车的基础上，我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我怎么能够把这些经验用起来？然后呢，我要让它像电车怎么能够有时代感，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取舍。油车的，比如说10000条经验，我到底用哪个，不用哪个然后呢，油车的很多的这种外观设计，我到底留哪个，不留哪个电车的很多的这种科技感，我到底怎么取舍？这个事儿呢？对于老牌车厂来说，特别是在这个车厂里头混迹了很多年的这种中高层管理干部来说，永远选不对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能够选对呢？是不是应该任命一个新人去选呢？还是应该找一些年轻人去选呢？都不是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件事儿。互联网时代这种判断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做的。你现在要去判断说哪些技术要留，哪些技术要扔，然后哪个造型要抄，哪个造型不能抄，在互联网时代只有唯一的标准，上数据 A/B 测试，对吧？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里，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去进行测试，然后直接得到结果这个才是互联网时代唯一的这个处理方式。在传统的时候呢，这些老牌车厂的设计师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玩的叫艺术。我定义了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时尚，这个是一个艺术过程。那么什么是艺术？艺术叫不可重复，对吧？这个玩意儿叫艺术。你说可以重复、可以优化、可以迭代的这个东西都叫技术。工匠精神玩的是这些东西，对吧？那么中国这些新能源车企玩的都是什么呢？它都是技术全是 A/B 测试，全都是各种的问卷调查，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收集。实在是搞不明白的地方怎么办？直接上欧洲厂子去挖人说来你们接着给我干一遍干完了以后继续去进行数据验证这是这样来去运作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老牌车厂你换一个年轻的这个品牌，或者换一个年轻的什么人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这不那么容易。当然还有一种玩法是什么呢？就不是投资一个品牌，是广撒网投资一堆品牌，然后呢去做赛马谁跑出来了，谁就是最后的英雄，跑不出来拉倒也有这样的玩法。这个还有人说说不是你说它技术很强，比中国车企加起来都强，那就应该在参数上反映出来要不你论证一下怎么个强法？
这个事儿呢也没什么可论证的啊，就是你不要老想着参数上就强就是真的强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参数本身并不全面啊，其实任何的这种参数都没有那么全面啊。那么它可能在这些参数上并没有那么极端啊，比如说0-100加速，对吧？它0-100加速2.5秒啊，还有人啊给我留了一个言说老范2.5秒你还觉得不够快，你还要多少啊？小米苏7 Ultra 啊，0-100加速是1.9几秒，对吧？比它快0.6秒，那你这玩意儿咋弄啊？对吧？这个没法整啊。我们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呢，它从整体上来说，啊，你从零开始去造电车啊，你的电控系统、电驱系统，所有东西包括电池包啊，都是从头开始造的。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车用几年的时间给它造出来，造完了以后，它在安全性上、在速度上、在稳定性上，在整个这些东西里头相对比较均衡，对吧？那就可以了，就已经很强了。中国自己都搞不定这件事儿。中国现在造电动车都是用现成的，你比如说像小米，用的是福迪，也就是比亚迪的电池包，对吧？或者是用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宁德时代的电池包啊，包括理想这些都是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包。现在在中国能够完全自己设计电池包啊，设计这个电驱系统、设计3电，就这些东西大概就几家，一个是比亚迪是可以自己搞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吉利是可以自己搞定的，小米可以搞定一部分啊，但是不能全搞定。这个像什么理想啊、蔚来啊，也是只能搞定一部分，然后剩下一个可以从头到尾全搞定的公司叫华为，对吧？而且华为在这块还是很强的一家，是要比刚才咱们说这几家加起来可能还要再强那么一点点的，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它能够自己一次都搞定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不要觉得中国电动车卖的满街都是了，中国电动车这些企业就都技术很强啊，没有那回事儿。他们更多的技术是放在冰箱彩电大沙发上了，对吧？这个其他的还是需要努力的。啊，还有人说了啊，说这个跑分也可以造假呀。这个事儿呢，您还真说对了啊，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问题啊。这个说跑分啊，这个雷军最喜欢干嘛？不服就跑个分嘛，对吧？这个在卖手机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胜利的。而手机跑分这件事儿呢，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去监测你是不是在开始跑分了啊。如果你已经开始跑分了，那么我就想办法把手机 CPU 的电压提升啊，去做超频，去把所有的核都打开。那么这种时候呢，手机呢是异常的热，异常的耗电，但是你在短期内跑一下是没问题的啊。所以那个分非常高，但实际上手机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会跑到那个状态上的啊。你跑到那个状态，可能没一会儿就烧掉了啊，它会干这样的事情。你说算不算造假呢？这个你也不能算，就跟这个高考之前你要突击复习是一样的，对吧？你说高考之前突击复习算作弊吗？不算的，对吧？你只要标准和规则说清楚就完了。那你说这个手机跑分的时候，这规则是谁定的呢？对吧？那个公司叫安兔兔啊，这个他们来定的规则啊。然后安兔兔呢，正好是被当时我们的公司给收购了，对吧？猎豹移动收购了安兔兔，而猎豹移动的这个最大的股东啊，就是雷军啊。大家自己去想想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去运作的？就是我们合法合规啊，所有的都在合法合规范围内。但是呢，你说这个里头有没有造假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本来想买 Cloud 啊，你一句话打消了这个想法，还是用 Codex 吧，Codex 还是挺好用的。小米哪里像这个法拉利啊，变向911啊，它是苏七像911啊，预期是像法拉利的一款 SUV 啊，它那个 SUV 因为国内很少见，因为法拉利这种车卖的就很少，对吧？它那个车法拉利那个车是对开门的，就是前门朝前开，后门朝后开，但是小米预期呢都是朝前开的，就是标准车门。因为你一旦要做对开门的话，它在整个的这种，特别是这个叫什么 B 柱的承重上需要做特殊的设计啊，非常麻烦。我的意思是在国际上商业竞争与科技竞争好像是以各国政府带头啊，市场机制作用不是很明显啊，其实并没有这样啊，这个现在还是商业竞争更多一些。政府呢，只是在里边去做各种的限制，比如说美国说了啊，我不给中国卖这个，不给中国卖那个，
啊，做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中国说，哎呦，那我就稀土上各种卡脖子，对吧？也是各种限制。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剩下的还都是公司在竞争。因为政府呢越掺和公司竞争的这点事儿呢，这个公司就越赔钱啊。这个从有国营企业那一天开始，这个铁律就从来没变过。所以呢，政府其实不会特别多的参与这个事情。中国呢，政府参与的会稍微多一些，但是在国际竞争角度上说呢，也还好，因为中国政府其实也吃了好多亏，对吧？这个你让国资国企跑出去做各种投资，那真的是亏得一塌糊涂啊！那你还不如让私企自己去干呢。这个法拉利砸了自己的招牌啊，那绝对的砸了自己的招牌，就是法拉利太不法拉利了啊，就是对品牌的背叛。我上早八啊，什么意思？法拉利最便宜的多少钱？最便宜的可能也在算人民币的话，可能200万，差不多吧。我见过，好像有200多万的。但是对这个特别详细的我也没有特别去研究过啊，因为脱离我的这个承受能力了。法拉利被逼疯了嘛？也没有了，他总是要各种尝试嘛。法拉利其实很多车都在售啊，他不是说就赌一款车，这跟小米这些公司还不太一样。小米这些公司是每次赌一款车，这一款车废了，就整个公司就废了，对吧？法拉利是它同时设计很多车，很多车都在卖啊，所以它一年一共卖13000多辆车。你说我这个车多卖2辆少卖2辆又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特别大区别。十来万加币啊，这个我就十来万加币，你弄到国内来，可能也就到奔150到200去了。加拿大人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就不能一辆了？这个加拿大普通人工资是多少钱？我不知道，差不多，但是保险和油费贵。对，法拉利我估计保险应该是很贵的啊。老范觉得 FSD 最近V14能进国内吗？其实进是肯定能进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只要改名字就完了，你不能叫全自动驾驶啊，这个你只要改了这个名字，国内就允许你进。上个星期在 YouTube 上看到国内电车的视频，里边内饰真的是太漂亮了。说实话，大部分人还是颜狗，对，是这样的。再加上价格优势，欧美车真干不过。这个我也认可这件事儿啊，就是中国的车确实好看，从里到外的好看，然后还做一大堆有用没用的功能。中国什么车厂打算进入 F1吗？中国 F1这块可能吉利可能会干这个事儿啊，其他的我还真不太确定。到 F1获得认证才算真正的成功。哎呀，我觉得呀，不要总觉得这个事儿才算成功，那个事儿才算成功，这都是生意，划算是第一重要的。你比如说，哎，我们进了 F1了，然后 F1嘁哩喀喳跑了个第一回来以后，我就可以去卖这个车了，对吧？那可以吗？不可以啊！你不是说你 F1得了第一以后，欧洲就给你把关税取了的，对吧？所以它不划算啊。每一件事儿都是生意啊，不要争面子，咱们要挣钱。论冰箱彩电大沙发啊，最能打的不是造老头乐的厂家吗？不是啊，现在冰箱彩电大沙发是理想发明的这个东西。跑车不上 F1赛道很难说服大家掏钱。哎呀，F1呢，也只是极个别的人在玩这个东西。中国其实是没有超跑这个市场的，有市场吧，就是买一些国外的这些车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这个，叫什么呢？现在呢，这些量产车啊，就是跑纽北，对吧？它不会去跑 F1的，像小米啊、苏七、玉七都去跑纽北，然后那个比亚迪仰望 U9啊，什么仰望 U8不行啊，U9就都是去跑纽北啊，就是它叫纽什么格伦，这我忘了，它那个词很长啊，就是去跑那个赛道去，跑完了以后呢，在那个里边刷着一个一个的，就是纽北要承认的这个成绩，对吧？到目前为止呢，也就是
比亚迪的仰望和小米这些车是刷出来了，而且是这个纽北赛道是承认这个成绩的，然后其他人都刷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你刷完了人家得认。苏七是像对，苏七是像这个什么的啊，像这个，然后呢，但真正像素级超旗的是这个是上届 Z7，甚至连这个什么的列装版都超了啊，Taycan。是的，这个反正超这个东西还是挺丢人的啊，咱们要承认。那天德国人做了一个 pooling，不少人就是要1970、1990什么的这个奔驰啊，这奔驰确实那个时候是很好看的。小米只要像雷军就行了，其他不重要啊。这个雷军，你说你长得像雷军的车长什么样？你给我描述描述。电动车与汽油车的外观形式天然是不同的。汽油车不能屏蔽这个发动机的热量和噪音啊，这个车机也有汽油车那么大。从这点出发，电车的内部空间天生就会比油车大啊，因此长远看，小米的方向是错的，法拉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还没有找到豪华电动车的这个表现形式。这个事儿没法说啊，就是这种 one box 形式，就是Model Y 这个形式呢是特斯拉发明的，对吧？就是把前箱被后箱都缩小，然后把里头的空间变大，就同样轴距、同样轮距的情况下，让这个乘坐空间和这个行李空间尽可能变大。小米这个呢肯定是错的，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浪费空间嘛，这个确实是如此。但是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把车卖掉叫对，你车卖不掉就叫错，对吧？现在在国内做 one box 形式的车也很多呀，你比如说像理想的 Mega、理想的 i8、i6，这都是标准的。然后呢，上届的那个车叫什么 Z7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啊，就是那个车其实也是个 one box，我忘了是上届还是什么届了，也是华为几届之一，那个车也是 one box，其实还挺好看的。这都是在走 one box 形式，但是它卖的不行啊，对吧？就是小米卖的好啊，因为现在能买得起车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老登，那我这样的老登的这个内心已经被法拉利扭曲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个事情。看着这样的车我就觉得好看啊，这个看着这个 one box 我就觉得没那么帅，这怎么办呢？这个不是我有主观意识啊，就是我已经被前面的这个什么给扭曲掉了就完了。网传中国有个车厂准备参加 F1了啊，那去吧。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相当于百达翡丽出了个电子表。是的。F2，这个我对于 F1、F2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熟悉，千万不要低估中国车厂内卷后活下来的这个战斗力啊，他们叫求生欲啊，这个求生欲是非常非常强的。F1是验证汽车操控的地方啊，这个还真不是那么懂啊。这个怎么看1000万元以内最好的 SUV 啊？这个，如果广告法有效的话，那么他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在有些地方广告法是无效的啊，那你就只能让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了，对吧？信的人呢，就是人傻钱多吧，也只能如此了。Kevin，你的会员掉了，赶快去充钱去，不要光想着拿钱去充女大。前些天看到 YC 的这个什么讲，对于极简白色简约估计快要到头了。这个事儿啊，就是在你没有办法去进行快速验证和迭代的时候呢，就会去形成这种叫什么呢？这种设计规范、设计范式。当你可以去形成这种快速的数据迭代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这么多范式，是呗，对吧？这个就跟下围棋一样，对吧？你在没有办法去快速迭代、没有那么强算力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围棋范式。当你上了阿尔法狗了以后啊，那它就可以天马行空的去下棋了，差异就差在这儿了。
F1传闻现在是比亚迪可能会进，但 F1有电车吗？这我还真不了解。你真造个汽油车上那里去干嘛去啊？俺印象中18、19年的时候，就有老头乐做房车了啊。房车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房车跟这个量产车是完全两回事了。现在好像是谁家，好像是赛力斯啊，现在已经开始在 SUV 里头做马桶了啊。这个反正大家开心就好啊。吉利有莲花大体啊，这个是真的，就是吉利干这个事儿，我还是比较信的。叫纽博格伦北圈啊，对，就是这个名字。这个苏七和911以及迈凯伦都很像，好吧？那这个迈凯伦我就不太了解了。我前几天看见一辆莲花啊，这个看起来很帅。哎呀，这个很帅的车呢，你比如说大牛、小牛很帅吧，是很帅。然后这个其他的像911，其实我觉得也很帅啊，对吧？法拉利也很帅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我可能更喜欢的跑车是，那个叫什么宾利欧陆那样的啊，就是比较厚重的那种跑车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无所谓，都买不起。网红传网红牛前，网传红牛前领队要参加比亚迪入局 F1啊，那好吧，让他们去做吧。超级跑车去 F1验证操控很不错啊，那去呗。我觉得现在从底盘操控上，可能还是真的吉利强一点，一边有莲花，另外一边还有那个沃尔沃啊，就是它这两边的技术还是给吉利做了很多的补充的。这么高预算还要啥 SUV 啊？这奔驰大 G 不也是 SUV 吗？对吧？还有这个什么呃劳斯莱斯库里南，对吧？那不也是 SUV 吗？这所谓1000万以下的最好的 SUV，就是在跟库里南在比啊。其实大 G 也有大 G 有纯电版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事儿。遥遥领先的1000万以内最好 SUV 啊，这个反正有人愿意吹，就有人愿意信呗。传统跑车没有声浪就失去了灵魂，哎，这个就不知道了。现在靠油管能吃饱吗？将就吧，能混点收入进来。最近，但是呢，Mini Max M3，因为我现在并没有那么多的重的任务需要去做测试，所以我没法试这个东西。现在 M3这个东西好像是翻车了啊，就是各种测试各种不通过，对吧？但是我自己使用的情况呢，还行啊，至少比 M2.7是有巨大的提升的。但是呢，你说我去跟其他的比呢，我也没有做特别详细的比较。反正我也不太确定 M3到底是好在哪儿，坏在哪儿去。老范看写给安摩的情书了吗？没看。我对于这种小文艺片从来没兴趣。人房车也是量产的啊，这个不行，在这种房车它是不可以直接申请这种，这个就是量产车的那个适应证啊，这个是叫什么证我忘了，反正就是它不允许，就是工信部是不给他批的。现在中国所有的房车都是先有车架，你的车架是要能够通过这个，然后呢再到房车改装厂去做改装，啊，而且现在所有的房车呢都是，就很多房车是可以定制的啊，我要求这个沙发长成什么样啊，这个厨房怎么去摆，这个是可以定制的，所以它那个车厢一般都是后装上去的。哎，不叫比较什么意思？说句题外话，中文自媒体里头老范的内容最值得看。哎，这个咱们就不用去做这样的比较啊，咱们不要醉什么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大 G 是越野啊，也可以这么讲吧，大 G 算越野吧。SUV 叫城市多功能车啊，叫城市运动型多功能车，好像是这样的。S 好像是 Support 啊，叫 Sport。其实比亚迪去不去，说白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广告费变成了F1，
和张雪的思路一样，问题是比亚迪愿不愿意的问题。对，他最后还是个钱的问题。你真跑完了以后，你说，哎，我这 F1得了个冠军，谁愿意买他的车，对吧？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遥遥领先啊，已经不是1000万以内了，已经是星球以内最好了啊，那绝对的。F1现在的驱动方式可以按照油电混合来理解啊，好吧，回头去研究研究啊。汽车还是上赛道打磨比较好，这个呢，不要想的太多啊。中国人是可以一边上赛道打磨，另外一边的话造出一个完完全全另外一回事的东西来。可以锻炼出好的操控性能啊，这个，我并不觉得。库里南有点不伦不类啊，这个反正我见过这车，但是你说到底有多好，不知道。对这玩意儿已经完全无感了啊。老头的房车压根儿就不能算机动车啊，那好吧。来晚了啊，这个前面讲老黄的 Spark 了吗？还没有啊，待会儿就要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千万粉丝以下的啊，这个别，你这不就无聊了吗？想听就听啊，不想听就算了。老范如果有50万的预算买车，买理想这种新能源的大型 SUV，还是买奔驰、宝马 X5这个传统的啊，这个不好说，看你自己的喜好了。奔驰、宝马50万其实买不了什么车，宝马大概 X3就得40-50万了吧？因为我不太了解 X5，我印象里50万好像是拿不下来的。奔驰我就不熟了。但是你要拿去买这个理想的话，买这个理想 L9 Livid 是够的啊，理想 Meta 也是够的啊，叫 Mega 理想 Mega 那个也是够的。油管收入应该不错的，比国内其他平台大方啊，这倒是真的。但是呢，你播放量上不去啊，对吧？就咱这2-3个粉丝，然后这个每次放一条视频，也就是个几千个播放，这根本没法弄。你不像在国内似的，你比如一个视频火了以后，有个几十万、几百万播放，我现在大概最多的一条也不够10万播放。所以呢，咱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头，咱们自己开开心心聊天就完了。而且啊，在油管里头也好，在任何的社交媒体平台，你要想有量，就一定要把话说的特别绝对，对吧？这个我这最好啊，你信我者得永生，不信的你们就都是傻叉啊！你不这么说话就不会有流量。像老范经常是49和51啊，各打50大板，这个事儿呢，可能是这样一点，可能往那边一点，就永远不会有流量。但是我就喜欢这么说，那你管得着我吗？对吧？没有流量就没有流量呗。SUV 在中国能活，也就是因为皮卡算货车啊，得走这个强制报废标准啊，是中国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多去了。还有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F1可以找欧洲工程技术公司解决不少问题。小米跑圈也有找，这肯定都得找。你内容做的太保守了啊，所以流量不高啊，不是太高，是流量不高。我就是这么个保守的人啊，你让我上来骂人，我也骂不了。刚才说你的小米车里有2块索尔芯片，能利用起来跑大模型吗？这个我还是好好让他给我开车吧，别费劲了啊。2级对立，对，一定要2级对立的才能够有流量，我就不是这种人。点赞啊，欢迎。不一定是最专业的中文自媒体啊，但是接地气啊，这个咱们就别醉了，醉来醉去的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老范不会喷人啊，自古喷子得流量啊，这个是肯定的。好，咱们继续啊。周末闲聊里头有人问了啊，说 AI 时代是最有可能绕过既有软件战的这个机会了，也就是 Windows 和 macOS 平台价值以及沉没成本崩塌和重估的一个时代。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对吧？因为你还有很多的系统必须要在这个软件上跑啊。你比如说跑游戏啊，你就还是要在 X86的 Windows 上跑啊，或者是做各种的这个复杂的应用啊，你还是要在这个 macOS 或者 X86上跑。人买电脑买操作系统的时候啊，或者挑操作系统的时候，
不是说我可以完成一个工作就完了，而是说我希望花一次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你就不可能彻底离开软件站啊，所以这个事儿它是一个相互嵌套、相互绑定的问题，不是说我就可以直接离开了。那你说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软件站呢？网站啊，我做了个网站，这个网站大家一点就可以使用了，这个玩意儿是没有软件站区隔的啊。但是你只要说我需要在本地干一些很重的事情，你躲不开的。再往后啊，这个英伟达 N1X 就是炒冷饭这条啊，有人说了啊，说我去年买了 DGX Spark， 今年涨了$600，估计是 memory 涨价了。实话实说，对于我来说，好处是120GB， 坏处是内存带宽受限，这个训练慢，但能寻个大点的模型。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确实有一些听我节目的人给我回复说，哎，我买了一个，我买了2个，然后我可以在上面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想问你，你们真的拿这个玩意儿去做这个大模型训练、大模型微调和这个本地大模型吗？真做这件事儿的话，它的工作这个开机率到底有多少呢？是每天不停的在用呢，还是说用了几次以后就落灰了呢？对吧？这个大家要去想一想。对吧？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划算，这个玩意儿。还有人讲说这个东西很慢啊，这 DGX Spark 非常慢，这个我就不太了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慢呢？啊，这可能是跟云端的机器比吧，那这个是没办法，它确实不会快啊。另外呢，有人说啊，如果没有微软 X86就只有 Linux 支持了吧？不要这么想啊，就是微软最后是跟x86之间呢形成了叫 Intel 联盟，在这个之前呢是 PC 联盟，就是 IBM、微软和英特尔他们3家做了一个联盟，当时是 IBM 老大啊组织的这个联盟。后来呢 IBM 不行了，就变成 Intel 联盟。如果没有微软的话，不是 x86就只能用 Linux 了，而是 x86就不可能一统天下。就是在 x86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 CPU。对吧？不会像现在似的，x86一统天下，伟大不掉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时代倒回去，重新推一下这个事儿。还有人说啊，这个英伟达这回纯粹是画大饼玩线了，买个 Mac Neo 就完了啊。对 ，Mac Neo 是真便宜那个玩意儿。其实你真的要跑龙虾，跑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本地模型，只在本地去跑这个AI agent 的话，这个 Mac Neo 是足够使的。然后有人说，其实 Spark 还行啊，2台就可以原生运行 DeepSeek V4 Flash 了，最便宜的选择啊。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2台 Spark 就是$8000多，可能是$9000了。对吧？你要用 DeepSeek V4 Flash， 你在云端去买 token 的话，再算上 cache 命中，这$9000够你烧到天荒地老，你都烧不完，咋就便宜了呢？对吧？你这账是咋算的呢？而且你在云端，你还不光是可以烧 DeepSeek V4 Flash， 你还可以烧 V4 Pro 啊，对吧？你还可以去烧其他的模型，你可以去烧 GPT 啊，可以去烧 Cloud 呀，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的，花了$9000，对吧？你去烧这个 DeepSeek V4 Flash， 何必跟自己找着不痛快，对吧？这个不知道。还有人说啊，说我已经连续3个月接到破$100的 AI 账单了，已经开始考虑 DGX Spark 了啊！不要忘了，就算一台$4000，用个2年，还应该有$2000的剩余价值，等于1个月$83。还是比 Cloud 便宜啊，可惜就是 Token 产出的速度还是太慢，可能要等个1-2年才能真正的成为主流啊。这个朋友我们也是这么跟你讲，你买了 DGX Spark， 想去跑 DeepSeek V4 Flash 还一个还不行，你还得俩，对吧？一个还跑不起来，而 DeepSeek V4 Flash它能够产生 token 的质量跟 Cloud Opus 4.7、4.8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啊，对吧？所以那$80多，
你是算了一台机器2年折旧的成本，对吧？它不是这么算的呀，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它会算废掉的呀，对吧？如果他真的说，哎，我1个月花$80可以给我产出 Cloud Opus 4.7质量的这个 token， 那 Cloud Anthropic 早倒闭了，对吧？哪轮到他玩这个呀？问题它就不是啊，这个 token 跟 token 是不一样的，它有巨大的这个性价比的差异啊。还有人说啊，说来等冷静吃瓜，老范应该没有使用过 GB10啊，很多事情其实跟老范说的差距很多。这台超省电，没事的时候待机也就是25到30瓦左右，7乘24小时运转，完全不用关机。玩游戏我没玩过，但是一般计算机网页啊都能做的这个网页游戏，主流的这个娱乐平台啊 VPN 什么的都能挂，缺点就是太贵啊，不拿来赚钱做生产力工作就白花钱了啊。对啊，首先呢，这个 GB10我肯定没有啊，就是我绝对不会花$4000去干这个的。我有$4000我就去买 MacBook Pro 的这个，比如 M5 Max 什么这种东西去了啊，哪怕是 M4 Max 我都会去买。你想啊，你花了$4000多买了一个这样的机器，然后说啊这个机器很省电，没事的时候待机25到35瓦，你是要这样的机器吗？你是要把它都跑起来啊，对吧？你是要把整个的 GB10跑起来，你才能划算啊，对吧？如果你买了一个25瓦、30瓦的这个东西，平时还很省电，你买 Mac Neo 就完了，你何必买它呢？对吧？你就是这7乘24小时的让它去干一些很硬的事情，游戏你也没试过。至于网页游戏呢，本身就是为手机算力去设计的，对吧？它在里头有一个这个 ARM CPU， 那它跑这种东西是本身没毛病的，它就相当个手机嘛。至于这个主流的娱乐平台，我们都是按照手机上可能2年到3年前的这个非旗舰 CPU 啊，以这个为兼容基础去设计的这些娱乐平台啊。如果你的这个比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你在2、3年前的非旗舰芯片上跑不起来的话，你整个这个平台设计出来就会有问题。那你现在来，哎呀，我们能够跑这些东西，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这个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啊。好，继续啊，这些车，比如小米车，也有强制报废嘛？啊，多少年啊都有强制报废，中国都是有的，可能十几年吧，我现在搞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还没轮到过，就是我所有的车都没开到过报废，我大概是开到7、8年都会去换车。得罪人做不长，树敌太多啊，这是说的哪段？今天看到很多人在聊 X 的大翻译，有没有考虑聊一聊啊？这个其实原来聊过，但是呢是在会员频道里，当时呢大翻译只翻译日语，啊，我当时还专门在会员频道里录了一期节目。现在呢他把中文也支持了啊，这个就没法聊了，即使聊也不能在公众频道里聊这个事儿。Cloud Code 加 DeepSeek 能搞吗？不能，别费这个劲。Cloud Code 就老老实实的用 Cloud 模型啊，但确实那 token 太少了，根本不够使了。X3被国内新能源打崩溃了啊，27万就能拿下哦，好吧，那这个看来还是这个我好久不关注这件事了。下次可以考虑在小米车上直播搞一搞啊，原来搞过这个。在预期里听直播啊，没问题。也不一定啊，喷人就像火上喷油啊，这个火候拿捏好了就会恰到好处，但是没完没了的就会引火烧身了啊，这个还真不是这样的。这个喷人这件事呢，就是你喷的越狠越好，因为你喷完了以后，不爱听的人自然就走了，那留下来的人呢就越来越忠诚，越来越这个纯粹啊，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吧，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喷人不用想这个。而且呢，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再去找点事儿，要找一些原来不喷的，或者说愿意回来喷你的这些人再去喷，对吧？这个才是真正那些喷人网红去玩的事情。
给自己招来没必要的压力啊。那你想做网红，这点压力还是可以承受的啊。放在放大镜里头审查啊，这个在国内有这种问题，在 YouTube 上还好一点。喷人就像融资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讨厌。但是呢，融资呢还是，投资人相对来说还比较理智啊。但是你在 YouTube 上吸引的其实大部分是屌丝，对吧？屌丝永远是占大多数的。像老范吸引的一些愿意思考、愿意去这个来回的去掰扯来掰扯去的人，其实是少数，对吧？所以喷人会更容易吸引到用户啊，不是谁都能够承受压力的啊，这是肯定的。那还不是谁都可以把买卖做大呢啊，这个一定是如此。Cloud 这种模型可能本地，可能本地跑嘛，能不能破解？不能。这种闭源模型，你压根就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推理系统挂起来的，你咋破解？对吧？你破解了以后，你可能还要重新去这个用它的搞它的这个推理系统，所以搞不定的。它压根就不是按照开源模型的那个方式去做的。Cloud 是不可能本地跑的啊，我也觉得比较难。家用车没有强制报废了啊，过10年每年检查一次啊，好吧？那这个事儿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用了 Open 4.7，感觉其他模型都像垃圾，怎么办？GPT 5.5还可以啊，我用了这2个模型都用了，就是 Open 4.7、Open 4.8、GPT 5.5，我感觉 GPT 5.5还是可以的。现在好像5.6马上要出来了啊，但是今天好像还没有。好像有些人说已经看到5.6了，还有人说看到了一个模型叫做GPT 5.5 Thinking Spark 啊，就是更快速的一个模型。这个我就不是特别确定了，反正现在呢，大家玩的都叫泄露，对吧？看看谁泄露出来了。Cloud Code 加本地 DeepSeek 有的搞啊，别加本地的，你加云端的都行，不要加本地的。俺说的火候不是喷的狠不狠，而是知道啥时候喷啊，这个是人家肯定是有节奏的喷啊。DeepSeek 官网都提供有文档教怎么接入啊，这个但是好不好用就是另外一回事。Cloud Code 的绝配还是 Cloud 模型，这是肯定的。就是我接过啊，就是我是按照 DeepSeek 的文档把这个 DeepSeek V4 Pro 和 DeepSeek V4 Flash 都接到 Cloud Code 里边去了，但是真的不怎么好用啊，一般。用冰箱里的调味料，这个什么豆瓣酱、甜面酱、黄豆酱、醪糟什么，你要干嘛？炒了一个麻辣火锅体料，喷香，好吧？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不健康。汽车超过10年，不管什么车开起来都不踏实。哎，也没有了。我觉得呢，就是还是要让车主自己去选择，不能强制。有云端大模型会被办账号啊，用云端大模型会被办账号，其实还好。你像我现在 GPT 也都天天使的挺开心的，然后用这个什么也用的很开心 ，Anthropic 也没什么问题啊，其实用了有2礼拜了吧，也还可以用。好，最后一条啊，这个最后一个视频的评论，首先是 AI 的啊，这个视频是 AI 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啊，有人说 AI 味道太高了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要承认，这个基本上是按照 AI 的稿在念，但是呢，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先去搜集信息，搜集信息了以后呢，我会去思考啊，感受，就是最重要的是感受。然后呢，把自己的感受再重新告诉 AI，让 AI 重新去调整架构、调整这个语言啊，然后再重新生成，大概会在我的基础在这个 AI 生成的基础上改到第4版到第5版。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照着 AI 生成的结果就开念了啊。但是整个这个过程里头的核心架构啊，里面的观点，里面整个的逻辑的嵌套都是我自己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后边我也会调整啊，就是在新的节目就会尽量少念啊。我也告诉 AI 说，你以后不要再去干这个事儿了啊，不要去给我出什么排比句，不要去给我搞这个东西，对吧？只要给我一个简单的提醒，后边的内容我会自己补充进去的，我不要逐字稿。这个事情我都跟 AI 说了
然后我的 Codex 也把这一部分呢存到了我的存储系统里头去啊，那么记忆系统里头去，那么下次可能会慢慢的调整，这就是一个不断磨合、不断调整的过程。还有人说世界上只有独裁国家才不愿意承认问题，民主国家不可能不承认问题，这您不就说错了吗？对吧？那些觉醒主义的国家谁愿意承认问题啊？那些极左的圣母谁愿意承认问题啊？都不愿意啊，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对吧？这里头没有谁高谁低的事儿。还有人说，还记得原来马斯克3年前那封3000人的联名信吗？确实记得啊，就是3年前马斯克是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要限制 AI 发展，但是呢，很快马斯克就放弃了这件事情，说我要接着干，对吧？他自己也开始做 XAI 了嘛，这是在限制 AI 发展之前，他还没有开始做 XAI。我觉得呢，现在最怕 AI 被限制的就是马斯克了。为什么？因为他落后了，对吧？一旦限制了，就跟现在美国限制中国一样，我们算是后来者嘛。美国不希望我们追赶，他就限制咱们，对吧？马斯克现在也是后来者，他在追赶啊，一旦限制了，他就吃亏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坚决禁止任何限制。像前面说这个90天这个AI 审核期这件事儿，是多少个议员已经都把法案放到川总的桌上了，川总最后应该是受了马斯克的影响，说我坚决不签啊，一旦我签了这个东西，中国的模型就会超过我们啊，这个事儿就不行。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啊，甭管是3000人联名信，还是现在马斯克异常激进，都是生意啊。咱们不要把很多的事情搞成这种意识形态呀、什么各种对立啊，不要搞这个东西，都是生意。好啊，这个线上的评论就是这些啊，咱们再把这个这头的听直播的人的评论再念一念。GPT 5.5确实质量还可以啊，这个我现在主力是 GPT 5.5 Codex 下有这个对这个 Extend Sync 模式啊，质量很能打，主要是 Cloud 太贵了，不是比较贵，是非常非常的贵。只有特别有价值的任务才会交给 Cloud 去搞，我现在连特别有价值的任务都不敢交给他搞，为什么呢？因为搞到一半给你停下来，这个实在受不了啊，就是比较复杂的任务，就是真的是搞到一半给你停下来。Dream Car 是911 Turbo S， 好吧，我是坐过这个开过这个车，但是很难受。强制肯定是不对的啊，保养好的车完全没必要，我觉得也是，就是让每一个民众自己去决定到底是报废还是怎么做就可以了。国内新能源把这些传统豪车打得不行了，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吧。吃胖了打司美格鲁肽就得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这个火锅不健康啊？好吧，这个司美格鲁肽回头等什么时候有口服比较好的时候咱们再研究吧。那是范老师没搞过敏感的程序啊，我是没有这种需求，我都是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汽车也要看保养水平，就是每个人自己决定呗，没有绝对，保养好的车可以开一辈子。你像国外还有那种老爷车比赛呢，对吧？你10年都报废了，哪有老爷车比赛去？司美格鲁肽有大概率导致不举啊？是吗？这没听说呀。停药1周大概就好了，问题不大啊。这个还有这样的能力？保时捷销量直接腰斩啊！中国的保时捷销量是不行了。一方面呢是电车太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太贵了啊！这东西实在太贵，现在经济还是不行。正巧今天听了一个事情，健康饮食的2个硬约束：食材干净和零调料，盐除外。我觉得呀，健康饮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吃的开心。那就又胖回来了啊！这个好吧，这个停药会胖回去吗？这个我们不研究减肥的事情了啊。Codex 好啊，这个我也是觉得 Codex 很好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啊，那赶快点个赞吧，点个赞再走。我们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已经把1周攒的评论啊，以及大家提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咱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啊。这个明天呢，我要去见一个朋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叫庄表伟，他是做开源的，对吧？明天去找他聊一聊这个崩开源的事情啊。现在在崩老头之后，新的一个东西叫崩开源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录一期节目。但是他这种录完节目呢，可能礼拜五就未必放得出来了啊。所以呢，让大家要多等一等了啊，这个也无所谓。现在反正，这个停播就停播了啊，没什么关系的。对，这就结束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已经有1个小时45分钟了，不能再聊下去了。明天还要溜出去找人扯淡。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